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出发不需要理由，吴磊的骑行哲学藏着当代人最需要的治愈力。海拔2000多米的赛里木湖畔，四下荒芜，吴磊孤身坐在单车上，顶着刺骨寒风与突如其来的冰雹，一遍又一遍用力蹬动踏板，默默对抗着高原多变的恶劣环境。荧幕之上，他是演技成熟、自带高光的演员。走出片场，奔赴旷野，他卸下所有身份标签，只做追风的骑手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人甘愿风吹日晒，直面逆风爬坡，一头扎进骑行这项运动里。骑行早已超越单纯的户外运动，成为当代人安放自我的疗愈方式。熟悉吴磊的人都知道，骑行早已刻进他的生活里，成为他的标签。而一切故事的开端，始于2021年一场随性且赤诚的出发。当时21岁的他，在微博上发出了一条 vlog。他在视频里告诉粉丝，自己的拍摄工作即将从泉州转场厦门，而这90公里的旅途，他决定一人骑车上路。而在此之前，吴磊连一次长途骑行的经验都没有，但这样一次旅程他期待了很久。整条路途漫长又枯燥，烈日灼烧皮肤，他用双腿拼命蹬着踏板，汗水浸透衣衫。但当他最终冲破疲惫，抵达海岸线尽头时，那种抵达终点的成就感，让他彻底爱上了骑行。他始终坚信一个简单直白的道理：真正的出发从来不需要周密的计划与华丽的借口，想走，那就即刻上路。自此之后，骑行成为他工作之外与世界相处的全新方式。他推出个人纪实栏目《岂有此理》，卸下所有妆造与明星光环，素颜出镜，不带团队，独自奔赴祖国各地的小众旷野。骑行的路上，从来没有一帆风顺，爆胎、迷路、逆风、严寒、体力透支都是常态。在乌兰布统零下10几度的冬夜，他蜷缩在帐篷里，雪原的低温把所有拍摄设备都冻得关机，帐篷内气温低至零下17度。在赛里木湖，他遭遇了冰雹，出发时还是晴天，骑到一半，天空突然暗下来，冰雹砸在头盔上，发出密集的响声。他在一块石头上写下“岂有此理”几个字，并在环行回来的时候重新找到了它。运动中存在风险，他后来说，高原上有最澄澈的湖水，也有使血氧降低的稀薄空气。但吴磊从未想过退缩，反倒有一种摩拳擦掌的兴奋。抵达一个目标，再挑战下一个目标，这就是他理解的运动精神。骑行路上，他偶遇过形形色色的陌生人，有志同道合的年轻骑友，有奔赴远方的摩托车爱好者。大家萍水相逢，不问身份，不问过往，只为前路与风景相聚，短暂结伴后各自奔赴山海。这些不期而遇，成为骑行路上最特别的记忆。这份无畏向前的韧劲，也映照在他的演艺之路上。从年少成名的童星，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实力派演员，他拒绝被固有标签定义。骑行教会他的坚守与沉淀，也让他在演艺路上走得更加从容笃定。骑行的魅力从不局限于旷野，它同样是配烟火日常。如果说吴磊的骑行是少年奔赴山海的赤诚热爱，那严明的骑行则是当代人调节生活、安放自我的温柔选择。35岁的严明是上海一名心理咨询师，职业赋予他共情与疏导他人的能力，日复一日倾听，化解来访者的焦虑与内耗，帮无数人走出情绪困境。可常年吸纳负面情绪，叠加紧凑的工作节奏，让他慢慢疏于关照自身，身体亚健康、心理疲惫等问题日渐堆积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严明看到了吴磊的栏目《岂有此理》。视频里，
少年驰骋于雪原、湖畔与旷野，不受身份束缚，直面风雨，肆意前行。远离喧嚣的山野风光，骑行独有的松弛与热烈，深深触动了严明。抱着尝试的心态，严明购入一辆公路车，将骑行当作解压新方式。他利用通勤、周末等碎片时间，穿梭在城市滨江绿道与周边环湖路线。踩动踏板的过程里，他能够暂时隔绝工作与负面情绪，心无杂念，只专注前方的道路，享受独属于自己的时光。随着体能稳步提升，不再满足短途骑行的他，萌生了挑战长途路线的想法。2025年夏天，严明抽出5天年假，独自前往西宁，开启4天360公里的青海湖环湖骑行。高原骑行远比想象中艰难，海拔3000米的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的70%，每登一下都要大口呼吸。第3天，车胎爆了，高原低温让手指僵硬，卸轮子、撬外胎、换内胎，每一步都比平时慢了许多。他在路边蹲了40分钟，终于换好胎，重新上路。就在翻过一段漫长陡坡后，雨雾突然散开，湛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雪山完整的出现在眼前。那一刻，所有疲惫都被抚平。晚上在驿站，他和几个刚认识的骑友围坐在一起。一个从广州来的大学生说，这是他第1次长途骑行。一位退休的老师说，这是他第3次环青海湖了，每年1次，当给自己过生日。喧嚣散尽，众人各自回房休息。严明给自己倒了一杯梅见青梅酒，酸甜清冽的酒香冲淡连日骑行的疲惫，也抚平心底残存的浮躁。他逐渐明白，心理疗愈从来不止依靠话术，人生路上的坎坷爬坡本就是常态。真正的自洽是接纳困境，直面狼狈，依靠自己跨过每一道难关。无论是奔赴高原旷野的吴磊，还是利用闲暇骑行自愈的严明，两人都能在骑行上找到情绪出口，这也是骑行最珍贵的共性价值。现代生活提供了很多便捷、恒温的办公室、及时的通讯，但这也让人容易规避困难，习惯于待在熟悉的地方，慢慢陷入情绪内耗。骑行打破了这种状态。爬坡需要耐心，长途需要坚持，恶劣天气无法回避。这些过程本身就是调整心态的方式。吴磊在其有词里的结尾说过，只要走出去，动起来，就是我们和内心、和身体、和生活的对话。走出去，总会有奇遇。鲜活的人生，或许应该兼具安稳与热烈，偶尔跳出舒适圈，坦然接受路途的风雨与狼狈，在一次次前行中磨练心性，我们才能看见更辽阔的世界，遇见更从容的自己。当你主动离开熟悉的轨道，顶峰爬坡，那些辽阔与美好，往往属于不惧困难、独自前行的人。